土在脚下，错裂在心中，准备好迎接这场天颠的风暴。深仇降临，扭转这局面，抽离思绪，不让机会溜走。对目的智慧，战术的深渊，即使晕倒，斗志仍不灭。重围戏外，精炼每个誓言，这不见是卡牌，是饼干的灵魂，在命运之流绽放永恒的光芒。勇敢饼干大头针，无畏向前。黑巧克力与纯香草，力量的泉源。火龙果龙族饼干。Hello， 大家好，我是多虑。今天来测试一下，就是我们强攻蓝的这个打法，就是我们用3等饼干来给对方压力。对手是黄色，所以不太好打，但就测试看看。先占海妖精有没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个压制力这边先手，对手也可以抽牌。那因为先手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在第3回合打出一个蛮高的费用，蛮高的伤害。这边先使用葡萄饼干来抽牌吗？这里可以考虑把它收下去抽牌啦，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手牌量的比较足够。但这边不选择，这边还是选择把葡萄柚留在场上。这样子的一个打法，觉得有一点失误吗？我这边下了妖狐饼干，先来打2。这样子海妖精好像就要再玩一回合才能攻击了，或者是要牺牲这个葡萄柚。而且这边还替葡萄柚来挡了这一拳。这个就是有点意图有点混乱啦，就是你为了保这个葡萄柚，同时又想保葡萄柚，同时又想要让海妖精来去进攻再抽1，两边都想保的关系这边有补血，但是打攻击是3点这边首先进到0-1，那这边的话就要靠葡萄柚比底下有没有补血了。所以感觉在刚刚2费的回合把葡萄柚饼干收走，好像会更好一些些如果能够抽到冰淇淋的话，至少可以把海妖精收上来，转为一个比较保守的打法。好，这边打3打2，葡萄柚上面没有任何补血，双方比数来到1-1。这里手牌量足够了，决定来召唤彩贝饼干。但这边召唤彩贝饼干是有一点照进了，因为攻击没有满，可以2张饼干都能够挥出2拳的状况之下，过早把彩贝饼干登场在场上。不过就像我开头讲的，这是一个测试就是看看2个饼干能够站多久，也是想要给足对方的压力好，那这边下了精灵王饼干，黄色玩家回合第4回合，这边也是挥1拳而已。但进到第4回合，下回合古树又能够把精灵王饼干召唤到场上，所以其实对黄色玩家来说反而没有压力他可以稳稳当当的来去处理掉场上6血的饼干总共2张饼干都是6血有末一次喷罐那这样手牌会蛮少的减3。换到蓝色玩家回合第5回合还是没有办法挥到2拳这里使用海妖精效果，再使用彩贝的加攻击的效果，可以达到4点。第4D进到1-4，这边黄色玩家使用了千年古树饼干，重新召唤了妖精王饼干在场上，同时又减少休息区，总共减少休息区3个等级，所以双方比数来到了1-1。虽然说还没有办法挥到第2拳但是这边古树3+1也是蛮痛的，这边使用了减1的陷阱。还要再弃牌减1吗？这边不做，后续效果又有补血。手上3张都是饼干，但这边
应该要来补血，因为反正场上这2张饼干都收不走了，所以你手上留下任何饼干其实不是到那么好，反而这2张饼干在场上是更重要的。好，这边6个费用终于能够挥到2张饼干2拳的伤害了。这边加工打4+1的伤害，陷阱卡黄色饼干使用了减2陷阱，回收一个 flipper， 打1+打2，那追1的话要追在哪个饼干上面呢？等一下海妖精还可以再一个打3，各点1的伤害。好，这边追在妖精王上面，这里打3打蛊术，有补血啊，那这样的话又要再亏2张牌了，一定要来把蛊术处理掉，不然这样子的话，等一下挥到2拳的话会蛮痛的。好，这边打1再加1，又抽牌，哇，这边 flipper 真的是翻好翻满呢，这边抽了好几张牌，这边黄色玩家手上已经有1叠牌了。好，这边打3+1，有补血，但是还会再追1哦。这边放弃补血，双方进到4-4。这里黄色玩家从手牌丢出了3张 flipper， 打算来召唤出黄色的黑牛奶饼干，又减少等级1。这边一直减少等级了，所以其实这样强攻打黄色没有到特别好，反而黄色是真的蛮游刃有余的。剩下2血的海妖精没有办法去收回了。那这里的话，这边其实还能够再下一张1等饼干的扣打，但是这边选择把柳橙饼干放到支援区哦。我这边觉得反而柳橙饼干留在手上会更好耶，而且这边反而是先选择处理掉海妖精，先处理掉精灵王饼干，抽2。那这一剩下5费的话，我会考虑都打在都把场上处理掉。如果幸运的话，打3，然后各追1，剩下2费我出莱姆饼干，再打2，把台面上都处理掉，可能会更好。这里打算来去各追1。好，双方各追1。那这里剩下2费，反而选择跳过，又忍住了。前面打得蛮强攻了，但现在又踩刹车，其实这也展现出蓝色玩家他自己本身的策略没有拟定的非常好。的确，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哦。这里减1点伤害，然后同时要再弃1张牌。因为如果不弃1张牌的话，饮奶的话，它flip效果还能够再去追1点，所以这边开陷阱也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操作哦。那这边黄色饮奶开了瑜伽饼干的效果，让它再站起来1次。那莱姆饼干这边要再承受第2次的攻击，虽然说这边被减伤了，但这边一个攻击还是能够去贯穿莱姆饼干哦。这边有补血了，所以饮奶是打2，这边能够补起来，但补起来之后手上应该也会有能够再去追伤害的陷阱卡，又能够补血。好，来到等级8，这里蓝色玩家没有贯彻他自己本身的强攻计划，反而中间停了手，让黄色玩家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哦。好，那这里的话，等一下就要进到洗伤了吗？这里要用冰锥雪怪来去做攻击，但是蛮亏的哦。好，对，的确底下都没有补血。那刚刚其实莱姆饼干打2，我觉得会更好一些些哦。双方来到8-8，这里的话其实手上是有一张4弹的海妖精饼干哦，是可以考虑先下一张2等的饼干了。看对手是下什么饼干，这边又在降等哦。这边已经降了6等了，非常多。
同时这边洗上一张1等的进去之后，妖精王饼干还能够再继续降1等，所以代表说场上2张饼干都要处理掉才能够去解决掉这个黄色饼干的场合哦。这边还在考虑，好，这边还是决定下了一张1等饼干来去洗上。好，再降1等，进到等级6。这里没办法，手上也没有陷阱，留个一个费用好像也没有用。这里弃2手，再各追1。那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去挽回了。这个场攻总共是来到了8点的伤害啊，有能够活下来吗？手上好像没有任何一张陷阱卡哦。好，这边古树先来去做攻击，3再追1，在妖精王再打，有吗？有补血吗？2、3，有补血，有能够活下来吗？活下来的话就真的是奇迹了。哇，没有补血，那这样的话是由黄色玩家获得胜利啦。这个补血是在牌库顶的后面的这2张啊，蛮可惜的。这边蛮明显，蓝色玩家是有蛮多失误的。好啦，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我是多虑，感谢今天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喽，然后大家拜拜。神抽降临，扭转这局面，抽离思绪，不让机会溜走。